所以魂字他只写了一小半。魂？你怎么知道这是个魂字？这附近有一个断魂谷，他写这个血书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他是被断魂谷的人所杀。唉，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怀疑他跟那些贼人串通好了要来杀害我。看来他对你颇为忠心。他的眼睛是被我父亲刺瞎的，我父亲对他已经很仁慈了。他犯了什么罪啊？他以前是我父亲的仇家，凡是和我父亲作对的人，没有几个能活命的，他已经是个例外了。你父亲有这么多仇家呀，怪不得你被追杀呢。哦，对了，刚才那3个人里有一个被称为帮主。帮主？你知道是谁？能被称作帮主的，这方圆100里之内只有一个人。可是，他是我父亲以前的手下，对我父亲颇为忠心，不可能会来杀害我呀。哎呀，我们还是赶紧回昆仑山，将此事禀报给我母亲吧。蓝姑娘，今天要不是你保护我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客气什么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不，你有恩于我，我必须重谢。我们西门家人讲究的就是江湖义气、知恩图报，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结拜为姐妹。啊？皇天在上，今日我西门宴。蓝水灵，我2人结为异姓姐妹，自此义结金兰，生死相托，吉凶相救，福祸相依，患难相扶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俩就是姐妹了。我比你大，我就叫你水灵妹妹，你就叫我燕子姐。那既然我们俩已经是姐妹了，你跟我表哥的过去，我就不跟你追究了。我跟东方大哥真的没什么。好啦，我西门宴说一不二。如果有一天，表哥真的是选择了你，我也绝不干涉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走了。哎，客官，你的羊肉。哎呦，这不是三当家吗？幸会幸会，真巧啊，在这儿遇到你了。是啊，还真是巧啊！我正到处找你呢。狗东西，仗着3寸不烂之舌，在江湖上到处招惹事端。你说，昆仑派来的高手在哪儿呢？三当家的，你急什么劲嘛？就怪他断魂谷了。昆仑派呀，确实是派了3个高手。果真如此？果真如此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这3个人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，是男是女啊？你要是有半点欺瞒，我现在就活剥了你的皮！三当家的，有话好好说，息怒息怒。确实是3个人，2个男的，1个女的，其中1个还是个和尚。和尚，莫非是玉净？那这3人现在身在何处？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估计已经到断魂谷了。你少在这胡编乱造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对我们断魂谷的地盘窥视已久。走，
现在就跟我回去，向我们卢帮主把此事交代清楚。走！别，三当家，别听我说！哎呦！哎呀！别打了！给我往死里打！大家都是兄弟，不必下死手。小子，我劝你最好是少管闲事儿。你们这么多人，欺负他一个人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你要是想死的话，也就送你一场。呀！三当家，臭小子，咱们这仗记下了，走。哎呀！撤！哎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前面就是断魂谷的地界了。断魂谷啊！我听我爷爷说，他们的帮主卢相生平常对他们管教有加，所以这个地方很安全。那我倒要开眼看看去。撤！嘿，多谢少侠救命之恩，多谢少侠。在下陆志成，敢问少侠尊姓大名啊？在下东方亮。东方亮，少侠可是昆仑派之人？正是。哎呀，失敬。哎呀，多谢少侠。不敢当，在下还有事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哎，少侠，您这是要往哪里去呀？断魂谷。哦，断魂谷啊，在下也要去断魂谷，要不然咱们一路同行吧。也好。这位兄弟贵姓啊？姓牟。哦，牟兄，请。哎呀，哎呀，多谢少侠刚才出手相救啊！在下这儿呢有好酒，来口尝尝。哦，哎，你也尝尝。嘿，少侠来。好，来陆兄。哎，这酒好烈啊！还你。哎呀，少侠，把你给我，来口试试。哎，试试。陆兄，有点热呀。哎，陆兄，我们不是往西北方向去吗？对呀，这个方向没错。你给我酒里下了药。不错，给你下了一点软骨散。等到了断魂谷，就能把你们两个卖个好价钱，好好的歇息一下吧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歇会儿吧你。在下是谁并不重要，但是在这断魂谷和昆仑宫，没有人不认识我们。停车！来，把他们绑了。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这位是阴间秀才陆志成，他曾在西门盟主手下做事。东方兄，难道你不认得他？我很少掺和一父一母他们江湖上的事儿。这位阴间秀才听闻你是昆仑派的人，便暗中动了歪心思，我全部都看在眼里。不过，下软骨散这种低级的招数，恐怕也就只有你能中招。陆志成，
你把我递给断魂谷，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位阴间秀才，也许能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能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哇，又晒又累，又热又渴，我们找个地方喝口水，歇歇脚吧。哎，你看那边有个人，咱们一马歇歇脚吧。好啊。如此荒僻之地，怎么会有一个茶摊呢？其中必有蹊跷啊！哎呀，就算有蹊跷，我们3个人还怕打不过他呀？我看就在这停吧。是啊，慧可师傅，放心停吧。玉，客官一路辛苦，里边喝点茶。大哥，我们的马也该饮水了。好的，我去跃马。玉晶，啊，你快来看。哎，有水，好凉快。哎，凉快吧？太舒服了。哎，别闹了。马呢？站住！啊！快追！你的目的我自然明白，你不就是看上断魂谷这块地盘了吗？若是你肯与我们合作，我们也愿意助你把断魂谷这块地盘收入囊中。那大侠，你想怎么合作呢？果真是个聪明人。你们自己合作吧，我不会参与你们的江湖纷争。东方兄，剑谱。哎，马在那儿。走走。拿下！东方兄，东方兄，剑谱剑谱，怎么？你又反悔了？撒谎这种事，我做不了。哼，那不行，我们就等玉京到了昆仑宫，再动手。那肯定不行。要是回昆仑宫，姨母定会安排我跟西门宴成亲。再者，我总不能在昆仑宫当面向他玉京讨教剑术吧？确实不行。要是败在自家门口，那多有损我们东方少侠的面子啊！不过这玉京得了少林高僧的指点，想赢他，除非……东方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72路夺命剑法。哎，可以还你，但我也有个条件。讲，你要的是剑谱，而我要的是纯阳无极功心法。纯阳无极功心法在玉京身上，我也没办法。撤！所以我们要合伙啊！我们一起去找玉京。老大，中原来的那3个人被班大超抓住，现在押到断魂谷地牢去了。咱们走。哎，那咱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
二位大侠，你们要找的人已经被抓到断魂谷了，咱们走吧。走吧，去断魂谷。小儿，你醒了？这什么鬼地方啊？哇！我瘫了！谈什么谈？快起来！别大惊小怪的，我们只是中了迷药而已。迷药？这什么地方啊？哎，对了，慧可师傅呢？喏。哎，慧可师傅，别喊了，这是个地牢。我们这是招谁惹谁了？这帮小人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把我们给抓起来！在这江湖之上啊，真正可以正统制敌的招数，就那么几种。但是这些下三滥的招数啊，却是数不胜数喽。以后你闯荡江湖闯荡多了，自然可以一一见识了。都怪我大意，要是让郑爷爷知道，咱们在这阴沟里翻了船，一定又该笑话我了。不然，恐怕我们这次遇上的是一个大风浪。嘿，二位请。哎呀，卢帮主啊，哎呀，我这次来给你带来2个朋友。哦，这位是武当派谋苍狼之子谋一羽。见过帮主。啊，哎，这位是东方少侠。见过帮主。啊，坐，坐。这啊，是这样，之前贵帮抓到了3个人，正是他们武当派的3个叛徒。哦，此次帮主出力，助武当捉住了叛徒，我们感激不尽。哦，我捉他们是为了自保，至于你们武当的家务事，我不感兴趣，也懒得要这份功啊。断魂谷一向不识权贵，卢帮主之气节，在下佩服佩服。岂敢岂敢，在下只不过是处事随心罢了啊。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是这样的，谋公子呢，打算带走这3个人，您看？什么？带走那3个人？谁也不行。那3个人是帮西门夫人来灭我的，我岂能轻易放他们走？那3个人确实是我武当的叛贼，我奉家父之命一路追来，就是为了将他3人带回武当，给所有人一个交代啊！这不关我的事。在我和西门夫人了断此事之前，你们谁也别想把他们带走。那既然这样，请问卢帮主要如何处置那3个人呢？好吃好喝带着，等着西门夫人来赎人。哎呀，卢帮主，您这是哪个路子的妙计呀？妙计？
我没什么妙计。此事，我断魂谷本来就是被动接招，还轮得着我来算计吗？啊！是。哼！我断魂谷不过就是多了些人马刀枪而已，碍着他昆仑派什么事了？至于他请人来对付我，哼！哎呀，帮主息怒，息怒！帮主，您说的没错，昆仑公既然不仁，那咱们断魂谷何必对他有益呢？依我之见，就应该杀了那3个人。在昆仑派未动手之前，我断魂谷绝不做这落人口实之事。我等着他们给我个交代。帮主说的对，帮主说的对。哎呀，帮主说的对呀。卢帮主，那我们有言在先，玉京那小子的生死，可全交由帮主来定夺。不过，他身上的秘籍，必须得由在下带回武当。我早就派人在他们身上搜查过了，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秘籍。什么？此话当真？怎么？不？难道你还怕我们断魂谷吞了你的秘籍不成？哎呦，别！两位，稍安勿躁啊！哎呀，请帮主将那3人交给我审一审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可得手下留情，别把人给我弄断气了。我已经派人去昆仑山报信，让他们来赎人了。谢过帮主。小姐回来了，快去通报！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！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小姐，我也想你们。水莲，你看，这都是我们昆仑宫，大吧？真大呀！小姐回来了。小姐慢走。走。小姐，快！形势不妙啊！卢响生已经派人去找西门夫人了。他们2个如果要是碰头了的话呢，恐怕……这事你不要管了，我来处理。你干嘛呢？一点动静也没有。看你呢。看我？
这么久了还没看够啊？就爱看你，只爱看你。行了，别贫嘴了。哎，人来了，干活吧。哎，一会儿别用暗器，免得留下证据。知道了，啰嗦。哟，这谁家的姑娘？怎么在这儿呢？等你呢。哦，等我呀！哎，做鬼也风流。小姐回来了！小姐回来！小姐回来了！大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是啊，这么长时间没个信儿，我们都快急死了。是啊，我想你了，想你呢。红笑，就属你嘴甜。这段日子我没有在你们身边，你们少受了差遣，也没人管束，是不是逍遥翻天啦？没有，哪有？昆仑山上日子这么清闲，小姐不差事我活动活动，我都要憋出病了。说什么呢？水灵，你可别听他们瞎说。我们这昆仑山上好玩的可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小姐，从哪里找来这么个伶俐好看的小妹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没礼数。哦，这位蓝姑娘是我的结拜姐妹，武当派弟子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她就是你们的二小姐。你们都给我好好伺候着，要是敢让她不高兴，我拿你们试问。是，二小姐好。初次见面，大家多包涵。二小姐，我是山里的丫头，不懂事，您别见怪啊。哪里的话，我是武当山的丫头，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姐妹了。水灵，这些小丫头们，你呀就别惯着她们了，她们灵着呢。哎，我那位慈爱迷人、温柔善良的娘呢？小姐，夫人正等着你呢，快进去吧。走，我带你见我娘。不行，这样不妥。有什么不妥的？我在这里等着，你先进去通报，等夫人准许了，我再进去拜见。哎呦，水灵，你的礼数可真多。姑娘家不能不懂礼。啊，行，你说什么我都依你。那你就在这里等着吧。哇，好漂亮！好漂亮啊！小姐好。小姐，臭丫头，还记得回家的路啊？娘，想死你了。好了，乖，见到表哥没有啊？那为什么不高兴啊？他说什么也不肯跟我回来。哦？怎么，这一次挑战武当，他没有打赢吗？这就不奇怪了。以他的脾气，这次没赢，他是不肯罢休的。可是
他也没有留在武当山啊。到处出去走一走，懂得以退为进，他还真是有了长进了。娘，你就知道夸他。我看呐，你还是要耐心的等着，不要丢了姑娘家的分寸，心不要太急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说他了。娘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次回来还带来个小姐妹。哦，真是稀奇啊！稀奇什么呀？你这刁蛮跋扈10几年，所有的人都怕你，怎么出去这一趟功夫，竟然交了一个朋友回来？娘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？哼，当然是亲生的了。我要知道你会收敛，我应该早就放你出去。早晚都一样。我是脾气不好，可是人家脾气好着呢。哦，原来是对方的缘故啊！我说呢，他人呢？就在外面等着呢。他就在门口立着，说一定要等通传成了才肯进来。好规矩的孩子啊！快让他进来吧。我这就去。小姐，小姐，娘，娘，这位姑娘就是水灵，叫蓝水灵。你看看，她是不是水灵灵的？可好看了。武当弟子蓝水灵，见过西门夫人。孩子，这一路多亏了你对燕儿的担待。夫人客气了。以燕儿的脾气，她在外面不惹是生非，我便要谢天谢地了。没想到这一回，竟然带回这么乖巧的朋友。令千金是跟我闹着玩的，夫人不必介意。什么闹着玩的？娘，水灵姑娘可是救过我的命的。你们遇到什么危险了吗？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强盗，据我看，应该还是熟悉的人。说来听听。来，娘，我跟你说，其实那天是断魂谷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断魂谷。姑娘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西门家的恩人。夫人，这可不敢当。有什么不敢当的？我娘都发话了，你怕什么呀？你可记得袭击你们的人用的是什么武功？水灵学艺不精，只认得些武当的剑法，其他门派的功夫却说不上来。哪怕是一招一式都好。哎呀，那帮土匪懂什么武功啊？肯定就是仗着自己身强力壮，使蛮劲吧？那倒不是，要说招数还是有的。这么听来，为首的使用的是大擒拿、大开大合，对吧？没错。大擒拿乃是阴间秀才陆志成的看家本事。陆志成？断魂谷与我们向来没有过节，怎么会偷袭之后又轻易暴露呢？那娘的意思是，你们此番历险全是陆志成所为。他是为了离间我们和卢相生的关系，去嫁祸断魂谷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此人阴险，你们必须谨慎。哎呀！
牟大侠呀，牟大侠，你还有闲心在这练功呢？啊？你说你想得到秘籍，干脆对那3个人严刑拷打不就完了吗？你费这个事儿干什么呢？秘籍要是真的被玉京藏起来了，严刑逼供，他肯定不会说实话，还得折腾我去找，中间又不知会有何变数，那岂不是更麻烦？行，好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这个只能巧取。我呀就不明白了，非要留着那3个人，你说留着他们干什么呢？不全是祸害，全是麻烦吗？我知道，你就是想赶紧杀了那3个人，好催他们两派掐斗。哎呀，是啊，我也是着急，没有办法呀。卢帮主现在非要留那3个活口，你说，让卢帮主有一天知道了那3个人去了昆仑宫，不是受那西门夫人之邀，那我不就露馅了吗？如果他们都死了，你以为卢相生就不会起疑心了吗？哎呀，这……耿玉京一行对断魂谷的人坦白了，他们是要去昆仑山的，所以卢相生应该会非常相信我们，暂时不会找他们问话的。哼，倒也是，那个家伙就是个没脑子。不过，他们3个如果常去昆仑宫，昆仑宫又没有消息的话，时间长了，他还是会起疑呀。哎呀，你快想个办法呀，牟公子！是啊，我比你还心急呢。我父亲安排给我的任务，到现在连个眉目都没有。行啊，你不急是吧？好，我也不急，我也练。好了，你们一路奔波，也都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有什么话，咱们回头再说。知道了，娘。西门夫人，水灵有一事相求。哦，走吧，下次再说。走，快走。燕儿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累了。那就坐下休息。水灵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夫人有所不知，与燕子姐初次相遇时，我正被歹人挟持，幸好有燕子姐出手相救，这才脱了险。你被人挟持，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？难道是跟武当变故有关？我听说，现在武当派是牟苍浪独掌大权。不错，牟苍浪彻底控制了武当山，害死了吴相掌门，打死打残了几位道长，就连幸存的武当弟子，眼下也没了自由。我弟弟玉京受吴相掌门所托，早已离开武当，前往少林寺求救，只因他身上带着吴相掌门所赐的秘籍。牟苍浪现在急于追回，便拿我做要挟，想逼我弟弟交出秘籍。牟苍浪一向是只顾名利的小人，为了爬上武林霸主之位，他一贯把卑劣的手段用得坦坦荡荡，从不被骂名。武当尚处于动荡之中，身为武当弟子，怎好独善其身？还请夫人放我回武当去吧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被燕儿挟持来的。娘，不是那样的。起初的确是燕子姐让我跟她一起回昆仑的，只是一路患难，我们也有了姐妹情谊。很高兴有幸能来昆仑拜见夫人，只是还想尽快回武当，不敢在贵地打扰太久。多老实的孩子啊！
水灵，你就算现在回去，也是白白送死的。哪怕是死在武当，我心里也好受些。娘，我就说他死脑筋吧，你看没错吧？雪灵，你遭谋苍浪奸计迫害，现在落得有家难回。燕儿说的对，谋苍浪现在独掌武当大权，你贸然回去，对你有害无益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夫人也不肯放我吗？那倒不是。你若想走的话，这儿的山门随时为你开着。只不过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不知你想听吗？夫人请讲。你先留在山上，待我传授你昆仑剑法，只要你用心，不足半月，便有所小成。到那时，你再下山，回武当也好，还是寻弟弟也好，都会更有底气一些。你觉得如何？太好了！多谢夫人抬爱，只是此事怕是不妥。